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1点，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召开，正式发布了 iPhone 14系列、新的 AirPods Pro 以及 Apple Watch S8 系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几分钟时间带大家快速了解一下本次发布会的所有新品。和预期的一样 ，iPhone 14系列呢总共有4款产品，分别是 iPhone 14、14 Plus、14 Pro、14 Pro Max， 去掉了小屏 mini 版本。14和14 Plus 呢依然是刘海屏，支持 Face ID， 处理器从去年标准版的残雪 A15 变成了满血版 A15。当然，根据我们之前的评测，其实在 iPhone 这个机身散热的条件下，残雪 A15 和满血 A15 游戏表现呢基本是一致的，属于是感知不强。配色方面有午夜色、紫色、星光色、红色、蓝色5种配色，不过这次蓝色版本看起来呢是比较清新淡雅的，要比前两代蓝色呢更好看些。屏幕尺寸分别是6.1英寸和6.7英寸，峰值亮度依然是800尼特 ，HDR 亮度呢是1200尼特，刷新率和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依然是60赫兹。充电方面不出意外的话也是20瓦左右，因为14 Plus 电池容量来到了4300毫安时左右 ，A15 加上刷新率只有60赫兹，续航表现应该会很猛。摄像头规格上，14、14 Plus 沿用了13 Pro 系列主摄和超广角，相比13的传感器尺寸呢都更大些，但是依然没有长焦。前置摄像头支持自动对焦，其他方面的变化不大。售价方面，14标准版128GB 5999元，256GB 6899元，512GB 8699元。9月6号开售。14 Plus 128GB 6999元，256GB 7899元，512GB 9699元。10月7号开售。内存容量方面，今年14系列网传消息呢都是6GB，不过苹果在内存容量和电池容量方面的信息只能等工信部入网之后才知道，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报道。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iPhone 6GB 内存在后台多任务能力上，相比4GB 会有个明显提升。总的来说，14相对于13升级感知不强，主要呢还是新增了大屏版本。再来看一下 iPhone 14 Pro， 首先是外观刘海屏变成了挖孔屏。之前网上曝光的图片呢都是感叹号挖孔设计，不过最终呢还是以长条形药丸呈现，苹果称之为零动导设计，并且对这个药丸区域呢做了很多功能动效，可以显示音乐播放的分面、人脸解锁动画、连接耳机时显示电量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刘海、感叹号、药丸哪个看起来更加顺眼些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屏幕规格上 ，Pro 的亮度呢再一次提升，峰值亮度达到了1600尼特 ，HDR 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尼特。另外和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14 Pro 系列支持了1赫兹的息屏显示，息屏效果呢和 Apple Watch 类似，并不是全黑显示。息屏状态下，部分通知消息呢依然可以正常更新。配色方面 ，Pro 系列依然有4个版本：深空黑色、银色、金色以及新增的暗紫色。去年远分了按照惯例在今年14 Pro 上下线。14 Pro 的处理器从 A15升级到了 A16，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160亿晶体管。CPU 规格呢依然是2个性能核心加4个能效核心。按照苹果官方的说法，2个性能核心功耗相比 A15呢下降了20%，5核 GPU、16核神经网络单元，内存带宽提升了50%。不过性能演示上，苹果竟然还是拿 A13进行对比的。看来 A16 峰值性能这块相比 A15呢，应该是提升不明显，主要还是看 A16相比 A15同功耗下性能有多少提升。这点我们也会在买到机子之后呢做详细测试。相机方面 ，iPhone 14 Pro 系列主摄从1200万像素升级了4800万像素，传感器尺寸相比13 Pro 增加了65%。日常拍摄呢依然是4合1的1200万像素模式，不过2倍模式做了基于4800万像素的裁切，提升了2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拍摄主界面也加入2倍的快捷切换按钮。当然，这点其实也不是啥新鲜技术安卓阵营早在 IMX586时代就有厂商这么做了，目前也有不少机型在2倍数码变焦时使用主摄高像素裁切来提升解析力。长焦方面依然是3倍长焦，有光学防抖，超广角的传感器尺寸呢进一步增大。理论上，今年14 Pro 系列相机最大提升呢应该是主摄，不知道实际表现能否改善 Deep Fusion 导致的锐化严重问题，以及老生常谈的镜头眩光鬼影问题。14 Pro 128GB 7999元，256GB 8899元，512GB 10699元，1TB 12499元。14 Pro Max 128GB 8999元，256GB 9899元，512GB 11699元，1TB 13499元。9月16号发售。另外，14和14 Pro 系列都新增了卫星 SOS 通信功能，这点大家在前2天 Mate 50系列上也看到过，手机可以直接连接卫星发送短报文消息。在遇到基站没有覆盖信号的地方，可以通知家人亲友显示你的位置。卫星 SOS 免费试用2年，从美国、加拿大开始。国行这项功能适配情况的暂时未知。另外2款 iPhone 也都配备了车祸检测功能，通过高动态范围的陀螺仪实现。遇到车祸呢，可以自动呼叫救援。还有一项更新的就是美版所有 iPhone 都取消了实体 SIM 卡，仅支持 eSIM 所以说大家常说的美版 iPhone，到了14这一代，美版 iPhone 国内用可能要记了。厚度重量方面，14 Pro 呢是 7.85毫米206克，14 Pro Max 呢是 7.85毫米240克。好家伙，都要比13 Pro 系列更重了。14标准版呢是 7.8毫米172克，14 Plus 呢是 7.8毫米203克。
标准版厚度重量依然会比较舒服些，但刷新率还是60赫兹，就挺难受。除了 iPhone 14系列之外，时隔3年 AirPods Pro 2代终于是和大家见面了。外观呢和老款差别不大，但是升级点不少，采用了全新的 H2 芯片，性能大幅提升，降噪能力提升了2倍，可以大幅降低鸣笛或者说电动工具的噪音。全新的低失真驱动单元音质更好，支持个性化空间音频自适应通透模式。除了支持压感操作之外呢，侧面还新增了一个电容感应层，可以实现滑动控制音量之类的操作啊，可以说是从降噪芯片到驱动单元全面提升啊。单次充电需要呢是6小时，带上充电盒总共需要呢是30小时。另外这一次充电盒也进行了比较大的改进，支持手机查找耳机位置，耳机盒内置小喇叭，查找的时候呢会发出声音。侧边呢新增了挂绳孔。考虑到 AirPods Pro 1代产品发布到现在已经3年了，依然是很强的存在。新的 AirPods Pro 实际表现，大米就比较期待了。价格方面，国行售价呢是1899元，9月9号预定，9月23号发售。另外 Apple Watch 呢也迎来了更新，今年 Apple Watch S8 呢相比 S7 升级幅度可以说是感知不强，外观依然是圆润造型，没有之前网传的垂直中框设计，可以用来检测体温，可以更好的帮助女性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优化经期跟踪功能，新增车祸检测模式，检测到车祸之后可以自动拨打急救电话。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没啥变化，续航呢依然是1天充，41毫米表壳 GPS 版2999元起，蜂窝版呢是3799元起，45毫米表壳 GPS 版呢是3199元起，蜂窝版呢是3999元起。接着呢是 Apple Watch SE 2代，配备了 S8 同款的运动传感器，其他方面呢基本和原来一样，40毫米表壳 GPS 版1999元，蜂窝版呢是2399元起。44毫米表壳 GPS 版呢是2199元起，蜂窝版呢是2599元起。最后呢是 Apple Watch Ultra 啊，对你没听错 ，Apple Watch 也新增了一个 Ultra 版本。相对于标准版呢，这款手表主要面向是专业户外人群，采用了钛金属平面玻璃，49毫米表壳，有2个扬声器，3个麦克风，标配蜂窝网络，集成了双屏 GPS， 可以支持潜水使用，测量下潜深度，续航呢是36小时，售价呢是6299元起。OK， 那么以上就是2022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的所有内容了。新品包括 iPhone 14系列、14 Pro 系列、全新的 AirPods Pro、新的 Apple Watch S8、SE 以及 Watch Ultra。那么对于本次发布会这些新品，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后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 iPhone 14系列的全面评测，敬请期待。连夜整理更新视频不易，你们的关注3连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最后呢，来安利一下我们店铺热销的 iPhone 13系列撞色磁吸保护壳，磨砂工艺，亲肤手感，厚度重量刚刚好，全面保护没负担，侧边独立金属件，集成磁圈吸附好啊，可以说是一款质价比很高的磁吸手机壳了。